基層公務員的迷茫求助。第一次给教主写信有點緊张，发错了好几次，感謝教主抽时间读我的信首先千万替我隐藏个人敏感信息我就不念你的目前的状態了他是一个公务員，而且级别并不低那女士我很痛苦，我在目前这条职场这条路上我已经走不下去了，已经精神重度抑鬱了，身体压力太大，出现各种问题。我自小比较聪明，学什么都快，长相还算可以，大大方方。因为性格原因，也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对人情世故并不擅长，对官场那种虚情假意溜须拍马很抵触。真誠請求教主給予指點，帶我走出迷霧，活出自我。你就把它當成遊戲就得了你去玩遊戲就是遊戲，不是真的先說各種飯局吧，你也知道酒局飯局，國內這種官場的這種局有多虛假它在一個縣所以它不是中央，所以它那個縣裡邊可能還是有局的。現在我作為少數的女性幹部，又年輕又比較年輕，在這些局裡邊，各種場合經常會被我們的各種領導不尊重，開黃腔做下流玩笑，甚至有一些領導還動手動腳。前幾年的我有些膽小怕事，總是想盡辦法打圓場，一夜雨過去。最近這幾年我看透了這幫人的嘴臉，心裡越發惡心討厭，也不想再忍，我乾脆拒絕所有的局和場合。確實我的生活清靜了不少，但是也被很多人記仇，認為我不合群工作上各種不配合，給我穿小鞋。再說說所謂的工作吧，我畢業後考編進入體制內，然後又經過各種選拔到了基層。當時的我才22、23歲，滿腔熱情，腦袋裡全是小粉紅的想法，覺得基層工作天地寬，我一定能大有作為，我要為老百姓做點實事，做點好事。可是隨着工作閱歷的增加，我漸漸發現我的工作基本毫無實際意義，大部分時間都在做表面功夫，應付上級檢查。一個領導來調研，一群人起早貪黑開始折騰，就為了讓這個領導看着舒心，睡得安心，吃着順心，於實際情況毫無注意都是虛的嘛尤其現在金上最好這一口要麼就是在執行不知道哪個領導做的無腦決策，完全不接地氣，不符合實際情況，除了折騰老百姓就是折騰我們手下的這些公務人員。上面想關愛老百姓，方方面面都想管，基層的人力物力根本做不到。上面的領導拍腦瓜，想管理這個管理那個，老百姓人家也不買賬，最後大家變成應付差事，彼此都疲憊不堪，煩惱不已我脾氣比較倔，比較直，我對這些情況非常看不慣，但是身在局中又不能反抗，只能自己忍着內耗也每天一睜眼就是痛苦，每天做的事情就沒有一件是覺得自己有價值有意義的我覺得你抑鬱症了已經我知道，因為你不善於撒謊，這個女生我知道只要我和他們一起同流合污，每天吃吃喝喝送禮攀攀關係拍拍馬屁，我就會繼續快速晉升，而且不再這麼累。我也勸過自己很多次，但是真的做不到。有人說我要學會和光同塵對，和光同塵就是你和光同塵就說的是讓你幹的這個事兒不要自命清高在淤泥中，哪怕做不到同流合污，至少要學會保護自己。可是教主，在這污泥中，我真的找不到一絲能讓自己喘息和休息的機會。我現在已經出現抑鬱的症狀你真是抑鬱了，嚴重的時候已經出現了軀體化。教主，我真的很想逃離這種環境，不知道該怎麼繼續下去。家族中也沒有相關的人脈和背景能在工作上給我助力我從一開始就是自己單打獨鬥，靠自己的肯幹務實和年齡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未來我覺得越來越難，並且體制內的工資現在是少得可憐，基本上只夠我們勉強開銷，攢不下太多的本錢。我也沒有想過用其他方法把手中的權力轉化為資本。我想過很多次離開體制，但是這10多年體制內的生活讓我覺得自己像被溫水煮熟了的青蛙。是果斷離開，還是放下道德感繼續苟且？放下道德，你就是那句話，我是中國人，就是我是中國共產黨人你肯定是中國共產黨我是黨員幹部，我要什麼道德呀？所以這個你就苟着吧你在中國大陸，我離開體制還能做什麼賺錢？你做不了你已經廢了王說就是不會給你面子就是你已經廢了，因為你在體制內做了10多年公務員在一個縣的這樣，大家知道縣城的這種政府體制，你廢了。你現在狀態叫高不成低不就，讓你去送外賣，你可能嗎？不可能吧？讓你去做家政、保姆、月嫂，你做得了嗎？你肯定不可能啊！那你廢了那我想到國外去改變一下自己的人生，也改變孩子的人生，老公也基本同意這個思路。
我剛開始幾年可能還有可能拿着陰司護照到國外旅遊，可是現在連護照，甚至連我家属和孩子的港澳通行證都被没收了啊，都被收走了。所以我现在对国外的真實情況是走不了，你走不了啊！公務员早像你這個級別，他級別不低啊，他是個縣領導，你已經不可能說走就走的旅行，你是走不了了。所以你就到國外你也不行。那比如說我現在此时此刻我人在加拿大唯一大都會多倫多市啊，多倫多市為什麼就是我告訴你為什麼中国人來加拿大你一定要來多倫多？虽然冬天零下20度，雖然現在此時此刻5月1號啊，多倫多早上起來3度，中午大概也就是7、8度啊，就是很冷。但是我告訴你，不要在溫哥華啊，温哥华今天24度、25度。但是為什麼温哥華最冷的时候冬天這個樣子？对，温哥華最冷的時候早上起來3度。為什麼你不能到溫哥華？沒人幹活啊！溫哥華謀生不易啊，溫哥華全是有錢人啊。你謀生啊，你就得來多倫多，機會多。你比如我今天去 Costco。大家知道我到每個城市，我第一站一定是 Costco。我去 Costco， 我告訴你啊，就這點區別。Costco 多倫多的 Costco 裡邊，我在華人區住嘛，多倫多的 Costco 裡邊，全是中國服務員啊，收銀的、收錢的、裝袋的，包括门口檢查你付款憑證小票的啊。Costco 是要檢查小票，門口檢查你會員卡的全是中國人，中國年輕人都是20、30歲的、30、40歲的中國人。我告訴你啊，我很負責任告訴你，在溫哥華的 Costco 沒有中國人啊，shopping的買東西都是中國人，就是門口檢查小票的基本上沒有中國人，收銀的就很少，中國人鳳毛麟角，因為那兒中國人不上班，所以你真正要謀生，你得來多倫多、洛杉磯、舊金山啊、紐約啊，這個地方是能實現你的 settle down，就是留下來的美國夢的啊。那你到溫哥華那地方，我操，那夏威夷，那你完犢子了吗？那地方全是他媽的，不是工作的地方，那都是養老的地方。所以你对國外的情況不了解，我往說就告訴你了啊。如果你英語好，你就去英國，不是你就去英語世界啊，那五眼聯盟。你要是英語不好，那你就去日本啊。那但是無論你去哪兒啊，你都要做基層工作啊，你就去超市飯館服務員，你大县長肯定做不了啊，所以你別想了啊！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們中國的觀眾朋友們，多少人羨慕你啊！年紀輕輕啊，就能他媽的日後提拔你只要什麼想開點快快樂樂的，上級領導摸屁股的時候配合一下啊，給你老公說好，就是只讓他们摸屁股，不來真的。我看你跟老公的關係也挺好的，你提個副廳，那是玩一樣啊！你這個年齡，因為你的隱私我看到了。你的位置啊，你的工作地區，你提副廳就是玩兒啊！你正廳退休都是很正常的。哎呀，多少人羨慕你啊！你做什麼玩意兒還抑鬱症了？不就摸你屁股了嗎？你這算啥？你是黨員幹部，你問的這一定是日後提拔的嗎？這沒有一個是例外的，沒有一個，就是所有中國共產黨的高層女官員，你有一個算一個，有一個算一個啊！就包括你們現在听的這指得上名的什麼又精明強幹那些副總理，他為什麼不結婚呀？你多謝他誰的小情我們都知道呀。只不過老太太的人緣特別好，工作作風也特別好，就是什麼你和光同塵吧，這是命啊！人要認命，不能既要又要啊！你都他媽的。你都這麼順了，我操，你抑鬱症了，我去你跟我一個溫哥華一哥們兒抑鬱症一模一樣，我一哥們兒啊，他抑鬱症了，他跟我歲數差不多，他抑鬱症了。我說你為啥抑鬱症啊？他說你看我爸這情況啊，我就抑鬱症。哎呦我的媽呀，他爸是中國第1代企業家，是最有錢的那種人啊，大家知道那個 level 的，就是跟魯冠球一個 level 的啊，跟柳傳志一個 level 的。然後他們家兒子比較多，所以他爸对他的人生規劃就是最好的名校，爸爸給你送上去，然後你就在加拿大溫哥華，在這兒開枝散葉，你什麼都不用幹，哎，你什麼都不用幹，你從家族領工資，想幹什麼，爸爸給你投什麼，哎，你就在溫哥華。為什麼？如果我們這兒全軍覆沒了，我在國外還有一支，啊，都是親兒子親孫子，你多生兒子啊，他生了好多兒子，他抑鬱了，我操！我說咱倆能不能換換呀？操！我叫你爸是爸，你叫我爸行吗？你去闖蕩去吧，我可真不想闖。他说他很羡慕我，我现在抑鬱症啊，所有这世界的抑鬱症啊，都是一個字賤，第二個字閒啊，閒的啊，這，哎呀，我操你，
這麼好的爸爸，我操，我他妈修多少人，就是因為给你送到温哥华，年纪轻轻让你在温哥华上大学，然后不许回去，要在这好好的结婚生孩子，钱不用工作啊，都不用工作，钱给你管够啊，然后抑郁了，我操，你就这个县长啊，这个女县长也一样啊，抑郁了啊，抑郁了。我怎么听过这哥们儿事儿？我操，我老拿他做例子，我老拿他做例子。人家做我的朋友很凄惨的，经常被我拿出来当案例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你为啥抑郁？你太鸡巴闲了，你太鸡巴顺了，所以你抑郁了，你没鸡巴屌事干，你贱呐，你这个贱骨头啊！如果他媽朝九晚五，我操，996不抑郁，为啥？没時間抑鬱啊？啥叫抑鬱？我操，睜開眼，我操，啥跟催着去的，沒時間抑鬱了啊！對呀，這是幾世修來的福報啊！這小姑娘也是啊，平頭百姓的孩子，考公務員進體制內，然後走上了體制內的康莊大道，年紀輕輕，她沒多大歲數，年紀輕輕啊，30來歲啊，到縣長了，到縣裡當領導了，我操，她抑鬱了，我天哪，好吧啊，我希望你能夠看老王的節目之後，你能夠明白，你呀，人都要敬業啊，人最重要敬業，人是 NPC 啊，是虛擬世界裡邊的這個玩家。既然你得到了這個角色啊，你一定要角色扮演，要投入進去。給你穿個兔女郎的那個耳朵，你就一定要穿比基尼，後邊帶個小兔子尾巴，翹着屁股，穿着黑高跟，一定要這麼幹，因為這是你的角色。我操，給你帶了兔女郎，你他媽你再他媽的穿上那個老棉褲、老棉襖，你這就不行啊！這上帝都不高興了，你知道？人家上帝給你就是讓你去共產黨體制內當官的。哎，你就是黨員幹部，中流砥柱的，你還不配合，你這覺醒的意識，你說天天撒謊，天天瞎鬧嘛？你以為呢？世界都是草台班子啊！我告訴你，你來美國你一樣抑鬱，如果你不改變這個賤骨頭，你來美國一樣抑鬱。你去了白宮，你發現白宮怎麼也是草台班子呀？啊，這個川普開會就這麼開嗎？全他媽是溜須拍馬的，我操，全是叫 butt sucker， 誰 suck 的好，川普就提升誰。你一樣啊，世界就是草台班子。你以為我們加拿大不是嗎？你看特魯多是啥人？放進來了多少？我操，放進來了多少？哎呀 my god！今天我開了房卡，我去，我一看，哎呀，應該是這幾年名聲最臭的那一種族移民啊！哎，我完蛋了，我操！為什麼？就是本來定1天，現在決定延長幾天，就這點事兒他搞不定，他搞了半個小時啊！這有什麼搞不定的？已經訂單已經到他前台了，就哎呀，這搞不定，太笨了，這，哎呀，這是就是，所以你不要抑鬱，你明白嗎？你任何了解一個世界，我告訴你啊，就是中國這個屌國家，就是中國這個屌官場啊，如果不出老習這樣的猛人啊，如果要是他媽胡溫、江增繼續這麼幹，中國會世界第一，超級大國，你想不到吧？超級大國就這麼出來了，因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更爛啊，都是大家比爛的，大家在江湖上是比誰更草台，所以而且最終是由上帝決定的，所以你就別胡思亂想了。我本人沒什麼特殊的賺錢技能，但是我學什麼都很快，那我相信你很聰明，我很擅長分析事物的本質邏輯。本質邏輯你就是你在夢醒之前不要醒啊，做清明夢的時候要順着夢境來啊，你現在等於在做清明夢。你知道什麼叫清明夢嗎？就是在夢裡邊，哎呦，意識到我他媽在做夢啊！哎呦我操，我怎麼在逛青樓啊？我操，我在做夢！哎，范冰冰在這坐台呢，太好了！你這個時候千萬別真醒啊！真醒你就到美國來了，你就到日本打工去了，你就傻逼了，你就去送外賣去了。你不要真清醒啊，你就順着清明夢來。哎，這是最高境界。你說我就點范冰冰了啊，今天晚上就她了。哎，這在夢裡邊做你想做的事兒，這個懂嗎？啊！所以我本人，你就是清明夢，你現在就是你就是曹國舅，你會看八仙過海的故事，那個曹國舅，哎，他那個被好像是呂洞賓點化他的吧？曹國舅還是誰？是曹國舅嘛？過程還是田懷里點化他的？他就是經歷了同樣的過程啊。我本人沒什麼特殊的賺錢技能，但是我學什麼都很快。我很擅長分析事情的本質邏輯，擅長自己動手解決一件複雜的問題，並且動手能力很強。我正在下班時間學習電公正和量化分析。你是女孩，
啊，學電工是覺得如果到國外，這個技藝可以讓我快速生存下去。哪他媽有女的做電工的？你別扯了，你別開玩笑了，沒有啊，因為電工摸強電的啊，女人體能都不行。同時在學習 CQF 量化金融，因為我對數字和統計很敏感，在股市小賺過一些，個人性格和能力比較適合這個，想系統學習看未來能不能轉型。我操，現場看這個你是第一個啊！但是對未来整體還是很迷茫，希望得到王叔的指點，帶我看破迷霧。无语我周旋久，宁做我啊！若未来我能出去圍牆，定当面致歉。你別出去了，王叔反對你出来啊！來日本拍 VAV 吧！哎，这個主意行，但是可惜日本 AV 估計沒有中國女縣長的這個市場啊！日本人也不知道啥意思啊！那個麻豆傳媒也黃了，所以這別瞎折騰啊！范冰冰還不漂亮，有人说范冰冰她是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的，每一個年齡段都有一個年齡段的女神嘛啊！更老一點是劉曉慶嘛，這都一樣的啊！以前還總嘲笑江湖。當時只道是尋常，哎呀，說太不好了。我告訴你啊，我在台北的街頭坐出租車，這出租車師傅只要跟我聊開話匣子，就一定罵賴清德，就一定罵民進黨。他說民進黨是小共產黨，是綠共，我就不太高興。我不是說舔賴清德、民進黨，我跟賴清德、民進黨也沒關係。我是什麼呢？我是站在智者的角度鄙視這幫開出租的台北的哥，都他媽活了一把歲數，都他媽60、70了。那麼台北的哥全是。就是黃色出租車那個的哥，全他媽是老頭兒，活了一把歲數，你把那歲數活到狗肚子裡去了。我就跟他們講，我說你們有没有點逼數啊？啊，你們他媽的罵，你們可以在出租車上罵賴清德，罵民進黨，你們這個事兒本身就證明他不是共產黨。因為你要是在北京的街頭，你罵習近平，你罵共產黨，那才叫真正的共產党，你就知道什麼叫真正的共產黨了。你這就跟我說那個考試一樣，你就是他媽100分，你考了95，你很不滿意。你要知道這世界上，你要知道這世界上你的同胞們是在用0分。哎呀，真的是沒办法啊！而且呢，所以我就他媽的跟他們講，我說我不敢這麼說啊，我怕他們說我是賴清德綠共派來的，我就跟他們這麼講，我說我曾經在北京的街頭上也罵江主席，而且大家都可以罵。哎，我們就覺得江澤民拿小梳子访美的時候。說油头啊，然後講英文啊，特別的賤，然後我們就老罵他。今天我們才知道江主席有多偉大，明白吧？就是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們這些人當年在北京的街頭上罵江澤民啊，我們當時有一個脫口秀達人叫周立波，上海人，江主席的老鄉，在他媽的立波脫口秀上把裤腰帶故意系在這兒，然後學江主席說話啊，醜化江主席，全 OK 啊，沒事啊。我們那個時候可以在他媽的底下酒桌上酒酣耳熱的時候，自由自在的聊江主席和宋祖英的床上的秘密，哎，有那個宋祖英和江主席的这個他媽的閨房密室，大家都是酒桌上笑料啊，江主席根本不生氣啊，操！今天我們才知道，我們當時有多無恥。有多他媽的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多賤啊！現在才知道了啊！哈哈，好了，再見吧，拜拜。